啊，这一当主持人气质都变了，真帅。要不是为了陪你参加同学聚会，我才懒得穿成这样。还有主持人那事儿，你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替我答应呢？我自己都没想好呢。什么叫随随便便呀？我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而且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并不是每一次机会都要等你准备好。那这次机会来了，我们得随时抓住啊。还有，你口口声声说是要帮佳佳忙，但你说那话是在帮忙吗？你明显是在敲诈。哎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敲诈呀？第一，这钱是购物台出，不是佳佳出，你心疼什么呀？第二，你没听他说吗？销售量破纪录了，破纪录啦！不得给你点分成啊？让你赚点钱还不乐意了？切，不赚算。快得了吧，这下可好了，我骑虎难下，万一我要是演砸了，那不给佳佳添乱了？什么叫演砸了？你别妄自菲薄，凡事呢往好了想。行了，你别耷拉个脸，高兴点。一会儿在我同学面前，你要显得有一副很自信的样子，好吧？那我也得自信的起来呀。这么事儿还不自信呀？我脸上这么多褶儿，我还挺自信的。你好，今天有同学聚会的吗？嗯，对，这边请。谢谢。哎，一会儿给我提点精神啊。大家好啊！干嘛？不认识我了？欣桐，朱小北，我何大叶呀。现在叫朱延明。大叶，怎么会不认识呢？真是不一样了啊，连穿着打扮都变了。自己创业得操心不少吧？你也别怪我们没认出来你，都老了。可不嘛，岁月不饶人啊，哪像你在家当阔太太，保养的多好啊！哎，我说你这鼻子怎么越养越高啊？转盆也宽了啊！哟，这就是你男朋友吧？对，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张萌，模特，身高1.88米，体重74公斤。我们俩呢，1年前在一个婚礼上认识的，交往1年多了。我现在跟大家说是省得你们待会儿问了。大家好。当了老板就是不一样啊，说话都跟面试似的。行了，别站着了，就坐吧，都等你们半天了。来，大叶，啊，坐这儿，挨着我。行。你来之前，我们正好刚说到你呢。哦，说我什么呀？说你上大学的时候爱穿仙女裙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特别温柔。那时候啊，这些在座的男的可都把你当成女神。看我干嘛？哟，哥们儿，瞧你这眼神，没被大爷温柔对待过呀？什么温柔对待？他不虐待我就不错。哟，这明摆着秀恩爱呀，还热恋期呢吧？想让我们这些老夫老妻们嫉妒？啊，其实也不算热恋期了，我跟大叶已经交往1年多了，也不比很多老夫老妻时间短，但是跟他在一起，每天都是那种刚恋爱的感觉。哎呦，你看看，酸死了。就是，哎，都1年多了，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其实我也特别想结婚，我求婚都求了好几次了，光戒指就买了3个了，但是他一直都不答应我。要不，你们今天帮我劝劝他？行啊，思思，上。上。劝归劝，可是我们大叶不愿意嫁给你，肯定是因为你做的不够好，你还得继续努力才行啊，是不是啊，同学们？就是，感谢，加油啊！好。那好，今天我来先提一杯，祝我们10周年同学聚会快乐！来，好久不见。干杯！
叶，我觉得咱俩多少年没见了，今儿得好好喝一个，庆祝一下。喝是行，但咱们庆祝总得有个理由吧？庆祝咱们同学重聚，庆祝咱们都长大了，也老了，还得庆祝咱们跟以前都不一样了。现在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一切朝前看，总不能回到过去吧？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回到以前。以前咱们在一起多好呀，无忧无虑的。现在一睁眼就一堆烦心的事儿，躲都躲不掉。得了吧，别人说这话信，你一个阔太太有什么烦恼啊？别人觉得我过得好啊，那都是面上的事儿。这么多年，我就是活在面上，靠别人那些羡慕、嫉妒撑着。可这日子是自己的呀，过得好不好，只有自己知道。哎呀，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！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哎，你就看看咱们这几个同学，哪个不是每天为了生活劳碌奔波？那只有你，什么都不用干，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我们想要的那些东西，多好啊！我这种生活给你，你要吗？你知道我以前为什么愿意跟你比吗？因为我嫉妒你。你漂亮，你样样都比我好，哪儿都比我强。我嫉妒你。然后咱们毕了业以后呀，我找了一个有钱的。你被逃婚了，我特高兴。可这么多年过下来，我高兴不起来了。我还是嫉妒你。嫉妒我什么？嫉妒我在婚礼上丢人丢的惊天地泣鬼神，嫉妒我一夜之间从新婚变成二婚是吧？哎，你看他们，看看这一个、两个，哎，他们个个都是结婚的。哎，我问问你们，你们是不是嫉妒何大爷？哎，行了，思思，能不能喝？喝不了算了，你看看你。别理他，别理他，喝多了。行，你知道吗？以前羡慕你啊，以前嫉妒你啊，因为你漂亮。现在，因为你坚强。坚强，你知道吗？其实，没有哪个女人想活得无坚不摧的。你真的很好，你看你老公对你那么好，把你当成小公主宠着，走哪儿都带着，我们这些人羡慕都羡慕不来嘛，真的。你不知道独守空房的滋味吧？你等了他一整天，就想回来跟他说说话，可他连一个笑脸都不给你。哎，知道他喜欢网红脸，我把自己整的连我妈都不认识了。我每天在他身边转呀转呀，就想暗示他。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：“你减肥挺成功。”我有时候就在想，
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啊？反正他在或者不在，都是我一个人。你。怎么了？帅哥，你回来啦！我今天必须得敬你一杯，哎，不能喝了。帅哥，你可真有福气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大业啊，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都崇拜的对象。你可得好好抓紧了，千万别放他走。你行不行？哎，你们别睡了，那个小北，把这姐妹给带走。你今天高兴，真的别喝了。哎，我们散了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真的，别喝了。哎呀，乖啊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喂，哎，停车停车！你喝酒了，你怎么开车呀？哎，你路边停吧，我们叫个代驾。啊，我光举杯没喝，开车怎么能喝酒呢？你装装样子。吓我一跳！哎，你刚跟那同学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要给人讲什么人生哲学大道理的，哭成那样？我闲的呀，给人上课。哎呀，喝点酒，哭哭闹闹很正常。我喝多了还翻跟头。你们同学说你上大学的时候，又温柔又体贴。嗯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都说了是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10年了，这人生不能有点反转。那到底是谁让你从这个仙气逼人变成咄咄逼人呢？别生气，我随便问问。我没生气，问呗。你是不是觉得是罗畅逃婚让我人生中受到了重创打击呀？哎呀，其实没有。我觉得这10年不是哪件事让我变成这样的，可能是一件一件事的积累吧，可能是哪一次被老板批评了，或者是哪一次我独挑大梁自己办婚礼。反正既然改变不了人生，我就改变自己。其实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挺好。你那些同学不也说吗？他们从以前到现在都挺崇拜你。现在的我有什么好崇拜的？哎呀，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希望他们崇拜。我有的时候真的不明白，说结婚不就是2个人搭伴过日子，相濡以沫吗？怎么还能越过越孤单了呢？你怎么参加个同学聚会，问出这么有深度的问题呢？你父母平时感情好吗？怎么说呢？我妈骂了我爸半辈子，我有时候在想，
爸怎么那么怂啊？那么委屈，找一什么媳妇儿？有一回，我妈出去旅行，这一走又是1个星期，我爸人整个就颓了，感觉魂儿都没了。我妈一回来，一进门就开始数落我爸。哎，我爸马上来劲儿，精神抖擞。我当时就在想，他们俩啊，这辈子打骂都不会散了。这就解释了你刚刚想问的问题了。其实两口子在一起生活呀，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这个愿不是忍着，是心甘情愿的愿。其实就像拼图一样，只要你找到那块对的，把那个活口能堵上，这个日子啊就是幸福的，就是圆满的。唉，要是一开始就找错了呢，怎么办？那也没事啊，大不了打磨一下，涂点色，只要能调整好了就行。最怕那种啊，从一开始就知道错了，非要往里边塞，结果弄得七零八落的，哪都不对，哪都不舒服。喂？什么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掉头，虹桥路，明天婚礼那地儿，快点啊！叫的比我声音还大。你睡着了？不喜欢看的换一个呀。对，不是，这好容易看一半了，就看完了，看完。您看，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？有点失眠。失眠？你一飞行员失眠还了得？嗨，没事，我早习惯这种作息时间了，不耽误工作。不耽误工作也不能耽误身体啊！走，上去睡觉去。不是，哎，精神，你瞧，贼精神，哎呀，精神。我知道了，就是你那屋窗帘闹的，颜色太浅，根本就不遮光，肯定失眠呀。而且跟你整个家的装修风格都不搭。哎，不是，我有那眼罩，没事。眼罩有什么用啊？你又干什么呀？我量个尺寸，回头给你做个新的，换个色。我觉得棕色也特合适，有遮光，颜色又好看。哎，哇！哎呦，你这窗帘多久没洗了？全是灰。离婚以后就没洗过了。离了你前妻，生活还不能自理吧？不过没关系，以后这些活全都我来做，你就在这躺着就行。哎，不是，你看你今天自从到我家来，我这家就天翻地覆一般，我真有点不适应。是不是巨开心？你的狗窝焕然一新，是不是巨开心啊？啊，对，贼开心，贼开心。喂？什么？全被扎了？行，那我现在过去。哎，喂，我给你带个惊喜，到了你就知道了，一会儿见。走吧。走？对，走哪儿去？走？临时加班，顺便见见我姐们儿。不是，等会儿，不是这也太不正式了。不正式才好呢，就得随意，这样才不拘谨。哎，不是，你是不是不想见我朋友？没有。那我就走啊。我是觉得吧，你这弄得也太突然了，是吧？我都没有好好准备，而且你不是去加班吗？你加班你耽误什么事儿是吧？来，加班啊！罗畅，咱俩是在谈恋爱吗？这当然是了。既然是，把彼此介绍给对方的朋友，这样过分吗？
我想了解你的一切，你的生活、你的朋友，包括你的前妻，不是因为我想八卦你，是因为你是我男朋友。你宁愿在这睡觉，都不愿意去看看我的世界。嗨，我错了，我错了啊！我陪你一起去，行了吧？你不用，爱去。哎，不，我是真的特想见见你那位神通广大的姐姐啊，真的。还有呢？我尽快组局，把你介绍给我所有的朋友，啊！你是不是傻，非得把话说这么清楚吗？哎呀，我怎么快得原形毕露了？哎，你以后有话能不能直说呀？好，就都直说。走。走。一个都没剩啊！这也太狠了！怎么办？你不会是想让我用嘴吹吧？不吹怎么办？好在是今天发现了，要是明天再发现，吹都来不及吹。后备箱打开。这是谁啊？把车停这儿，这么没素质！哎，你先进去吧，我等会儿过来啊。你快点啊！这得吹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脸都疼死了。再抱呢？我的天哪！哎，你们知道这世界上有样东西叫做充气筒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你都拿走了，我上哪儿充气去啊？不早点来怎么办？再抱我疼死！你们俩穿的这么正式，不会在这儿约会呢吧？你有这功夫，38都吹了3个气球了。哎，放心，我今天保证超额完成任务。我还请了一个外援，是个壮劳力。是吧？我们现在正缺人手呢，快来快来！来啦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男朋友罗畅，正儿八经的飞行员。这位就是我姐何大叶，也是我最好的闺蜜。啊，这是猛哥。何大叶，初次见面，你好。又难受了。你看，我就说你不是我姐喜欢的款，人家看见你都吐了。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儿，干活吧。肯定是肠胃的问题，不咱去医院吧？不用去。还干什么活？赶紧来干活啊！这会儿还有这么多气球呢。我去，他们全是用嘴吹的呀，难怪给吹吐了。干嘛？不会真要去医院啊？演戏演全套是吧？
真没事儿，站会儿就行了。里面那么多事情，待会儿还要进去呢。不行，你看你这3天两头的吐也不是回事儿啊，还是去医院查查吧。再说，你现在也需要点时间自己冷静冷静。有什么好冷静的？这一天迟早会到来。我也想过了，我们总是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，开始自己的人生嘛。只不过我没有想到会用这样的方式见面，没有想到这个人是刘丹。那我问你，这2件事情你最在乎的是什么？到底是他有了女朋友，还是他的女朋友是刘丹？这一点你必须要想清楚。我还是去医院吧。你这不是胃的毛病啊，是正常的妊娠反应。什么反应？怀孕了。告诉你，我昨天晚上本来就是喝多了，他不拦着我。你现在叫什么？叫跟我井下10年。去做个 B 超。怀孕了？哎，大爷。白大爷，白大爷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我现在不想回答。婚礼现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们回去吧。你还回什么婚礼现场？我先送你回家休息吧。再说现在婚礼现场，刘丹跟罗畅也在呢，你这么回去不是找不自在吗？就是因为他们在，我才更要回去。谁让谁不自在还不知道呢。对了，你刚才不是在车里问我2个问题吗？我现在可以回答你，2件事情都让我非常不舒服。你说老何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我这还挺担心他的。哎，要不咱俩去医院看看他吧？哎，跟你说话呢。应该没什么事儿吧？要不然我去吧，是吧？你留着干活，总不能没人干活，对吧？我去。你干我去。哎，别！你一姑娘这么晚去也不安全。再说了，这是你们的地方，我也不会弄啊。行吧。都差不多了啊，辛苦你们了。哎，你回来了，医生怎么说？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什么事儿，我怀孕了。啊什么？我怀孕了？难道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？你们怎么都不恭喜我啊？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吗？怎么就不值得高兴了？我要当妈妈了。啊，对，今天是你把你的男朋友第一次介绍给我认识的日子哈，应该普天同庆。
么意思啊？你把肚子里的孩子当成报复刘畅的工具了是吗？怎么了？不行吗？这个孩子来的不早不晚，偏偏这个时候来，这就是天意呀。刘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罗畅拿他当挡箭牌，我就不能拿孩子当成我的武器是吧？不行，这孩子是我的，我不允许你这么做。你怎么这么臭美啊？我都说了，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我不知道，跟你没关系。你不是说过去的事情都已经放下了吗？现在有了这个孩子，就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，你不懂吗？我为什么要重新开始？我活得这么好。我会对这个孩子负责的。用不着。我娶你，我们结婚吧。你干嘛呢？找电卡。何大爷，你能不能冷静点？怎么冷静？电卡不见了，我总不能黑着过吧？你坐下。干什么？你坐下，我去帮你找。不用你帮我，我自己可以。能不能让我待一会儿啊？你能不能别这么倔？你要真有什么想法，就直接跟我说。何大爷，你是个女人，女人可以温柔一点，可以脆弱一点，这很合理。谁说女人一定要脆弱？我告诉你，这些年我一直是一个人过的。我一个人逛街，一个人吃饭，就算是我一个人怀孕了，我也可以一个人带，用不着你同情和怜悯。可这是我的孩子，不是你的孩子。放哪儿了？你放开我！你放！干什么？姐们儿啊，说错了吗？没结婚就怀孕了，连孩子的爸爸是谁都不知道，这不就是不检点吗？她是我姐，我知道，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，肯定有她的原因。她不是那种不检点的人。她以前什么样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反正今天她这事儿，她就是不检点。你闭嘴吧你！我说他，我又没说你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啊？为一不相干的人，你跟我吵什么呀？何大爷不是不相干的人。怎么就不是不相干的人啊？你不知道，3年前他本来要结婚的，结果婚礼上新郎跑了。这些年他一直顶着巨大的压力走过来，他从来不抱怨，也不在人前展示他有多难受。他甚至连那个男的一句坏话都没说过。可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他有多不容易。我想了一圈，我觉得就张萌有可能。如果孩子真是他的，老何和他在一起，兴许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不错什么呀？这张萌有什么不错的啊？他离过婚啊，还带个孩子，连房子都没有。
他怎么照顾何大爷啊？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也没有啊。而且猛哥人真的特别好。你怎么会对张某情况这么了解的？不是你之前告诉我的吗？有吗？我这嘴什么事儿都往外说。妈，我还没收拾完呢，汤疗还没翻呢。早晚都得收拾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到底是早还是晚啊？没事儿，实在不行，我可以在你那儿凑合凑合。怎么又开始沉默是金了？有话直说。我就是觉得吧，这两个人虽然是在一起了，但是也应该给彼此一个私人空间吧。那之前咱俩天天在一起玩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要求私人空间啊？那会儿咱们是朋友，现在不单纯是霎时间那种关系了。再说了，以前也没有天天在一起，对吧？嗯。干嘛？看我干嘛？打从今天一见面，我就发现状态不对，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太敏感了。还没说完呢吧？继续。行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就给你开门见山，是吧？坦诚相待。我今儿是特别别扭，我就喜欢把衣服到处乱扔。可你这么一收拾，我上哪儿找我都不知道了。还有那窗帘，是吧？我挺喜欢那窗帘的，你非说不好看，还得给我换了。我又不喜欢棕色。哼，我知道你这是对我好，你想那个帮我，但是我也更想按照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了。哎，那怎么不早说呀？那你吃完饭那会儿就应该把我赶走的，憋那么久不难受吗？啊？你不生气啊？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理解，冷不丁多个女朋友，搁谁都会束手束脚的。别说你了，我也一样。比方说啊，这时候突然过来一个大美女，这要搁以前，我肯定美滋滋的陪你一起看，品头论足的。要现在我还这么干，我就是缺心眼儿。我不是这意思。行，我就是打个比方，挺好的。咱俩现在磨合期，有什么问题呢，就要及时沟通，及时解决。不提出来怎么解决，对吧？你没错，当然，我对你好，我也没错，对不对？我以后会注意我的方式方法。有话直说是优点，请继续保持。何德何能啊！我能交到你这么好的一面。行，别夸我了。既然说到这儿了，那咱也别双重标准。这样吧，都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咱们也不见一下，以后每周日不见面不联系，各玩各的，谁也别碍着谁。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过，这样私人空间也有啦，行吗？大气。多大？这么大。这么大。行了，我明天还有事儿呢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。记住，周日不联系。不联系。